这个马桶的贴纸还真的挺漂亮。来之前呢，询问客户说配件已经到了，然后我们就上门了，就是这块主板。今天就看一下我们是怎么换的主板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和业主确认一下是什么故障。电源有电，但是这个机器呢点不亮。现在测试呢没有任何功能起作用，全部失灵。看样子是主板不供电，直接换主板。业主说这个马桶盖呢是没有人动过的，但是我从这个角度看好像是被人拆过，这个位置完全都已经开了。不管那么多了，现在我们断电，给他把马桶盖先拆了。拆之前呢，我们先断电断水，这个脚阀用手已经搬不动了，直接用扳手。然后在马桶盖的正后方呢有2颗螺丝固定，把这2颗螺丝拆了，然后这个马桶盖的上半部分就可以打开了。现在这么看乱七八糟，全部都是线。现在我们就开始一一操作，先找那个线比较长的，拔一个插一个，拔一个插一个，这你不会出错啊。如果你还是不放心的话，你可以用手机拍一个照片，以防万一。把这些线长的都导到这个新主板上以后呢，其实主板上所剩无几了，就剩那么几个插头了。然后我们略微的再系一下，然后把它统一拔掉，主板切换过来。其实真正它都是1对1的，你想要插错那都很难。这样看每个主板上面插头的颜色呢，它是不一样的。这主板烧了好大一个洞。现在我们的线都导过来了，确认一下这个主板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开始通电、通水、试机。测试没有问题呢，我们再把里面的线和主板捋一捋，然后把它归位安装。先通水后通电，现在这个显示屏开始显示有数字了。那我们就把线捋好，把这个盖子装回去，然后准备试机。现在里面这个灯也亮了。往往我们在换完主板以后呢，这个遥控器和这个马桶要做一个对码匹配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找一下说明书或者对接一下他们的售后客服。更换主板已经换完了，它这个对码是怎么个对法呢？先把电源关掉。你把遥控器，我跟你说按哪个键？那个冷热跟右边这个强弱啊。冷热强弱。冷热强弱，2个键同时摁下去，开机的时候同时摁下去啊。然后摁下去。好，放开。放开。来，我来看一下马桶正不正常。来，打开座盖。好的，主人。打开座圈。好的，主人。关闭座圈。好的，主人。纸巾上面弄点水，然后压在那个感应区域，这代表我们落座了。然后试一下它的冲洗功能。好，摸一下热的呗。行，没问题。好，热的，摁一下烘缸。不是最后一个键。没问题。有风温没？没问题。这就是现在维修马桶的方法，其实就是我们去配合厂家，把所有的问题排除，然后配件给它换了。如果有任何问题呢，他们售后技术那边会协助你去处理。如果没有售后协助的话，维修这个马桶的话是有2个问题：第一，要找出它的故障点；第二，就是要找到这个合适的配件，这个是相当困难的。这个主板呢，厂家要寄回的。其实这个主板也烧的挺严重的，这个地方烧了一个大洞。近距离看的话，你看它这个防水涂层这一块都已经烧透了。这是它的背面烧了一个洞。这个寄回去还有价值吗？好了，给它发回去吧。